我们必须得离开了，这是我脑海里的唯一想法。这场砍火星仪式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或者说，在生苗的观念里，砍火星仪式是为什么而举行的？这些苗民对待我们的态度太奇怪了，一边处处小心提防，又一边邀请参与他们的如此盛大的仪式，前后矛盾，必有隐情。我怎么现在才明白过来？是沈建清的善意纯良麻痹了我们，让我以为所有的苗民都会如他一般对外来人友好。但是，我忽略了一点，也是一直以来我在潜意识里回避的一点。当时经历了一场恐慌的深山迷行，我们都害怕了，也太想要安稳下来了。所以一点点亮光都会骗自己说那就是天明的信号，可殊不知，或许那只是暗康与捕猎时头顶诱骗敌人的灯笼诱饵。千百年里，他们隐居深山，并且没有被外人找到，真的是因为幸运，因为这么隐蔽。真的没有人来到过这里吗？那些人又真的离开了吗？我顿时毛骨悚然。一回到沈建清的吊脚楼，趁着沈建清不在，我便悄悄对秋露三人说，明天我们就走，明天一早。细细算来，我们在这里已经待了快1周，手机和相机的电量都所剩不多，也是到了该走的时候。秋露吃惊地说，啊，走可以，但是这么赶。徐子荣也说，都不好好道个别吗？我也觉得应该尽快走。温玲玉细声细气地说，今天这个砍火星仪式太诡异了，我有点害怕。我说，沈建清那里我会去给他说，村子里其他人，我们还是不要打扰了，反正我们的话他们也听不懂，多说无益。或许是我和温玲玉的表情都太过严肃，空气里漂浮着躁动不安的气息。秋露和徐子荣对视一眼，纷纷皱着眉，点头答应。正在这时，沈建清从门外走了进来，见我们几个处在大厅里面面相觑，也不看我，说，这么晚了不休息吗？对着他淡漠的侧脸，我心里五味杂陈，也不知是难过还是开心。秋露用胳膊肘捅徐子荣的肋骨，徐子荣则偏着脑袋对着我挤眉弄眼。我说，我们明天打算明天早上就离开。沈建清，这段时间麻烦你了，你们要走。沈建清豁然转身，顿了很久才撩起眼皮，目光沉沉地盯着我，微微扬眉，好啊，那就祝你们一路平安。说完，他头也不回地出了大厅，头上蝴蝶形的银饰因为太过用力而缠绕在发间颤抖，如同活过来了一样。我怔忪地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心里忽觉空落落。或许是我和沈建清之间的氛围着实诡异，温玲玉上前来，关切地问，你们怎么了？今天沈建清怪怪的，你也是。我摇摇头，没什么，我和他之间能有什么？之前或许有偏误，但明天之后，什么都不会再有了。我们各自回屋，收拾好了明天的行李，便休息睡下了。我模模糊糊地睡到半夜，却被一串拍门声给惊醒。李玉泽，李玉泽，谁在叫我？温玲玉。我艰难地睁开眼，脑袋一片混沌不清，眼皮沉重得很，像是压着一块巨石。太阳穴突突地跳着，沉闷的痛从额角蔓延到头顶。我按了按太阳穴，强压住了疼痛。屋子漆黑，我顺着记忆中的布局和一丁点月亮的光摸索到门边。怎么了？门轻轻推开，温玲玉一手捧着蜡烛，在烛光的映照下，漆黑的夜里只能看到她秀丽的面庞，和国产恐怖片里的画面似的。我心跟着一跳，然后才看到她脸上朦胧一片的担忧。李玉泽，
露露突然发烧了，浑身滚烫。她说着，声音就哽咽了。秋露怎么了？脑袋里面灌了水泥，沉重异常，思维转动得很缓慢，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晰，但连成一句话就迷茫了。好半天，迟钝的脑子才明白过来。我说，先给他降温吧，我这里有备用的药。说着，我就给反身摸到背包，翻出了里面的发烧药。温玲玉接过却不走，哭腔更重。徐子荣敲了门，一直没有应。我害怕她在里面有什么事情，你去看看吧。她一个女孩子，毕竟要避嫌。她睡太死了吗？我模糊糊的脑子勉强清醒。我去看看。说着，我借着温玲玉的蜡烛来到徐子荣的房间，敲了门，久久都没有人应。我等了2分钟，耐心告罄，便喊了一声：“徐子荣，我进来了啊！”说完便推门而入。屋子里黑茫茫的，我借着烛火的光，看清了靠着窗户的木床。走近一看，一个黑乎乎的人姓隆起，正是徐子荣。徐子荣，我借着烛火靠近，只见徐子荣有气无力地躺在木床上，双眼紧闭，脸色绯红，细密的汗水从额头浸出来，他的嘴唇因为高热已经干得起皮。平日里牛高马大、健硕元气的人，却看起来脆弱得很，已经烧得神志不清了。现在麻烦大了，我赶紧出门对温玲玉说：“我下去找沈建清帮忙，你找些水来给秋露擦擦身子，尽量把温度给降下来。”听了我的话，温玲玉像是有了主心骨，一连点头，出门打冷水去了。我忍着自己间歇性的头痛，顺着楼梯来到1楼沈建清的房门前，深吸一口气，嘟嘟嘟，没有人回应。今晚这是怎么了？我焦急起来，试着推了推门，被锁死了，完全推不开。左右看看，忽然发现沈建清的窗口并没有合上，可以看到里面的情形。虽然窥伺别人的房间，这很不礼貌，但现在事发突然，我也顾不上许多了。我来到窗前，敲了敲木窗：“沈建清，你在吗？”依然没有人回应。他的屋子采光极好，月光几乎是正面抛洒进的房间。我眯起眼睛努力看了看，却猛然发现里面根本就没有人。沈建清去哪里了？正在这时，一阵熟悉又怪异的声音响了起来，那是令人牙酸的虫类的四肢爬过地面的声音。我的心高高的悬了起来，脑海中回想起了之前一路跟随我们的那群黑色的虫，脊椎发麻，鸡皮疙瘩不断冒出。山风拂过，我打了个寒战。我觉得我应该回去，迅速的回去，关好所有的门窗，把所有的缝隙都锁死。但我并没有。鬼使神差的，我大着胆子，举着蜡烛，向声音的来源走去。今夜的月色很好，单是月光就能勉强把树林照得昏暗。我向着声音的来源走去，每一步都走得很轻。忽然，一个漆黑的人影出现在前方不远处，他背对着我，所以并没有发现我，而我几乎是下意识的就吹灭了手里的蜡烛，躲在了一株2臂合围的树后。沈建清，他大半夜不睡觉，在这里做什么？直觉告诉我，不要暴露自己的存在，悄悄地回去。但我心里疑惑，还是探了头出去，暗中看向他。在朦胧的月色下，暗影婆娑，风凉如水。沈建清立在一棵树下，平日里绑起来的半长发披在肩头，微侧着身子，露出半个侧面。他一手抬高，似乎是在接着什么东西。我定睛一看，
在他面前好像有什么细小的东西靠着一根细丝垂挂着，细丝的另一端牵连在了树上，沙沙沙沙，那个怪响又起。紧接着，眼前的一幕让我不由自主地瞪大了眼睛，无数黑色的虫子从远处爬过来，向他靠拢，如黑色的潮水，如黑色的绸缎，如黑色的血液。月光下，他们欢天喜地地聚集在一起，如疯狂的信徒在朝拜他们的君主，他们的帝王，他们的神明。他们争先恐后，但又心有忌惮，聚集在沈剑清身前又不敢造次。那些虫子，我没有密集恐惧症，但此刻却控制不住的双脚发软，手臂发抖，胃剧烈抽搐翻滚，叫嚣着要把晚饭给吐出来。冷汗从额头渗出来，我僵硬地站在原地，极端的恐惧让我动弹不得，脖颈僵硬得像万年不化的冰川。那些虫子，就是这一路都在跟随着我们的恶心的东西。复古之居，如影随形。从我们离开洞江苗寨开始，到迷路在水泥道，到我们在野外露营，他们一路跟着我们，或许并不是偶然，也不是因为什么狗屁食物的吸引。他们有思想，有人在指使他们。这个想法让我不寒而栗，我的思想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。这段时间的经历在我眼前重新浮现，那些从来没有想通的事情或者被忽略的事情都渐渐被串联在了一起。突如其来的迷失，莫名其妙同时爆掉的后胎，做好了记号却依然迷路的密林，清晨挡风玻璃上的白花，还有在细微的光中踽踽独行的藏青色身影。他伸手指向前路，那条前路走也走不尽。记忆在往前，是我在洞江苗寨的客栈里推窗而见的那朵带着露水的白花。它新鲜、纯洁，是一切美好的代名词，但现在却让我胆寒。我猛地捂住了自己的嘴巴，不让自己露出任何声音。沈剑清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？我曾经以为他美貌纯良，即使成长的环境不那么美好，但他依然独自生长得灿烂夺目。可现在，我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动摇。他真的是这样的人吗？他指的路真的能够出去吗？他真的希望我们出去吗？我一步步往后退，用尽了平生最大的力气，才不发出任何声音，屏住呼吸，直到退出林子，确定他应该看不到了，我才转身拔腿往回跑。没有蜡烛照明，四周黑得可怕，一路跌跌撞撞地跑回房间里，我才敢大口喘气。温玲玉听到动静，从屋里出来，手里还拿着一块毛巾。见我惊慌，她关切地问：“怎么了？”没找到沈剑清。我咽了口唾沫，摇头，气息还没有定下。千万别提我找过他，记住，听到没有？我的语气太过严厉。温玲玉慌了起来，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我所见到的那些东西，太可怕，太诡异了。难道要说我怀疑沈剑清可以操控虫子吗？我自己说出来都不相信，他或许不是所表现出来的样子。秋露和徐子荣同时发烧也太蹊跷。小温，你不要怕，我们先把他们两个的温度降下来。无论如何，明天必须走。温玲玉细长的眉耷拉下来，天生圆圆的笑眼低垂着。我知道了，有你在，我不害怕的。拍了拍温玲玉的肩膀，我们转身各自去照顾这对情侣去了。好在吃了药，我和温玲玉一直照顾两人到凌晨3点。秋露和徐子荣的烧总算是降了下去。期间徐子荣清醒了，看到我还迷茫得很，用烧得干哑的破锣嗓子说：“阿泽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说完，
他还做作地扯住被子，补充道：“我有女朋友，不搞基的啊。”我哭笑不得，看他还有力气贫嘴，我猜应该是没什么大碍。得了吧，你有什么好值得我看上的？徐子荣眨眨眼，我鲜活的肉体啊，就你现在这煮熟大虾一样的肉体吗？嗨嗨嗨！徐子荣爆发出一连串响亮的咳嗽，我赶紧说：“你好好休息吧，别乱扯了。谢谢你，阿泽，我的好兄弟。”我走到门前，徐子荣叫住我，我正要感动，就听他说：“再给我倒杯水行吗？”我行，伺候病号是应该的，照顾好徐子荣，我也松了一口气，但头痛随之而来。太阳穴上的青筋突突地跳着，疼痛闷闷地蔓延到天灵盖。隔壁2个女孩子的房间已经安静了下来，我揉了揉太阳穴，强迫自己回到房间睡下，趁着天还没有亮。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天才泛起鱼肚白，应该还不到6点。昨晚忙了大半宿，我却再也睡不着了，头痛散去了一些，不再那么难以忍受。想到昨晚做好的决定，我艰难地爬起身。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了，越久越容易生出变故。只要秋露和徐子荣还有行动能力，今天就必须得走。我刚走出房门，就看到温玲玉，她应该也是一夜没有睡好，眼睛下面2个很明显的青黑，脸色苍白的如铜纸一样。露露应该没事了，我们什么时候走，都听你的。他话音一落，秋露和徐子荣很默契地同时从2间房间里走了出来。他们2个倒是看起来面色红润，精神十足，一点也看不出生过病的样子。和他们比起来，我和温玲玉的模样反倒更像病号。尽快把东西收拾好吧。秋露上前来说：“昨晚谢谢你们了，今天就我们2个来拿行李吧。”温玲玉摇头：“你们病才刚好，怎么可以太过劳累？”徐子荣赶紧说：“我觉得我没事了啊，身体咔咔撞呢。”说着，他还弓起手臂，展示自己结实的肌肉。哎呀，就让他多干点。秋露一锤定音，他们这场病来得怪，去得也怪，2个人竟然同时发烧，天一亮就又同时好了，这实在诡异。但现在不是考虑这些的时候。那大家都准备好了，就走吧。我说。秋露说：“可以再问问沈建清，出去的路到底怎么走？”一提到沈建清，我就想到昨晚在树林中看到的那一幕，无数黑色的虫子环绕在他周围，而他八风不动，面色不改。别打扰他了，我们自己也总能出去的。说着，我和温玲玉对视一眼，从他担忧的瞳孔里，我看到自己苍白的脸。吊脚楼下依然没有人，沈建清的屋门紧闭，窗户也紧闭，他则不知去向。我暗中舒了一口气，如果真的和他遇上，我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正常的应对。我们轻装上路，沿着来时的记忆往回走，很快就到了山崖下，顺着铁索攀爬上去，我们就可以离开这里了。可现实却再次毫无预兆地狠狠地抽了我们一巴掌，悬崖上的铁索不见了。我们几个跑着来到山崖下，来来回回找了一大圈，崖壁生长着野草青苔，生长着不知名的小花，但哪里还有那铁索的影子？原本这里挂着的铁索呢？没有铁索，我们该怎么回去？我胸腔里像是也爬进了一只黑虫，被它咬了一口，生出些细细密密的恐惧的痛。我没看错吧？还是说我们找错地方了？铁索不在这里。秋露揉着眼睛，不肯接受这个事实。徐子荣说：“不可能，我记得我们下来的地方就是这里，
不会错。有人在上面把铁索给斩断了。秋露说，铁索沉重得很，泸定桥的铁索能重达40吨，这悬崖上的铁索只会更重。有人在上面斩断绳索，如果要上收铁索，那必然会付出极大的人力。如果不管铁索，那铁索按照道理来说应该是堆放在山崖下，运走这些铁索的动静绝对不可能不惊动我们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现在的困境是没有铁索可以攀爬，根本出不去了。我皱着眉。秋露说，怎么办？我们回去向苗民们求助吗？我还没说话，温灵玉先猛地摇头，拒绝了这个想法。我说，他们听不懂我们的话，也未必肯帮我们。徐子荣说，还有沈建清呢，你和沈建清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我们离开都要躲着他？我低低地叹了口气，自知他们也不愿意不明不白地走，便把昨晚在树林里看到的东西和我的一些猜想告诉了他们。三人听完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很久之后，我常常想，当时的我们都是大学生，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都非常有限，不吝于以最大的善意去看待所有人和事情。我们这么冒冒失失地闯进生苗聚居地，以为可以得到淳朴人民的优待，但实际上，我们的出现在他们眼里是一个威胁性的信号，一个可能会打破他们与世隔绝、安稳安逸的生活的信号。所以，他们怎么可能会让我们好好的活着出去？还甚至有可能发表文章揭露生苗的风俗人情。只是这个道理，我们现在并没有明白过来。徐子荣试着攀爬了一下山壁，可山壁上生长了很多绿植和苔藓，滑不溜手的，根本没有借力点。他爬了2步就掉了下来，被我眼疾手快地接住了。不行，徐子荣无奈地摇头，我都爬不上去，更别说你们了。那我们现在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，要出去，没有路；要回去，可能会有危险。我目光放远，忽然想到了在生苗聚居地那条宽敞的河流。我们一直都把关注点放在了拱桥或红绢带上，却忽略了那河水。我猜到了一条可以出去的路，但也只是猜想。我轻声说。秋露立刻追问，什么？我们可以顺着河水走，河水一定不是死水，所以它一定可以沟通内外界。我们顺着河水的河道走，一定可以走出去。温灵玉恍然大悟般的点点头，这也不失为一种办法。现在我们其实已经没有其他路可以选择了。有了方向，我们背上行李背包，出发了。这河水不知道是从哪里流淌而来，又会流往何处。我们摸到河道处，顺着河水流淌的方向一路往前。这里面的路都是山路，而且是人迹罕至，不能被称之为路的山路。我们走得跌跌撞撞，脚都拐了好几次。秋露更惨，她的脚在鞋子里磨破了，鲜血长流，把运动鞋的海绵气垫都给泡涨了。徐子荣看得心疼，但却无能为力。山路并不能顺遂我们的所有设想。很快，我们走进了一段峡谷里，而那如世外桃源般的生苗苗寨已经被我们抛到了很远的身后。峡谷的路更为陡峭，两山的间隙也极近，河水像是夹在了两山之间。我们行走在峡谷的边缘，脚下就是滚滚河水，耳边是隆隆水声。抬头看，只能看到对面的山头和被挤压成一线的天空。除此以外，还有几只飞鸟偶尔掠过，当真是两岸连山，略无缺处。到了，就在前面。
跟这里的篝火一比，豆浆苗寨的简直就是小儿科呀！哦，这里的仪式感好强，跟旅游景点里那种做做样子的完全不同。那人吹的是什么乐器啊？那个好像叫芦笙，那人吹得无比投入，但这些苗女们的舞姿，怎么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？好多人围着篝火席地而坐，我们待会儿是不是也要坐那里啊？应该是，但那些苗民的眼神都好奇怪啊，一点都没有节日的喜庆感。哦，是啊，怪怪的。哎，你们看，那边用竹子搭了一个高台，高台上的是那个族长和婉莹姑娘。婉莹好像一直在看沈剑清。他们看到我们了。他们看过来的眼神好诡异，就好像在看一群祭祀的牲畜一样。这该不会是鸿门宴吧？你别瞎说。应该是我们想多了吧？他们过来了。蒙平头，他们请你们过去坐。好，徐子柔，我坐你旁边。行啊。好兄弟，你离不开我呀。我挨着沈剑清坐到那边去了。那我坐李玉泽旁边吧。阿梅，我到。是你？与小大概去。你别靠那么近。这是在做什么呀？看起来好奇怪。感觉不像是什么节日庆祝啊。他们的脸上怎么都垮着呀？李玉子，你看到文献多，你给分析分析。我也没有在文献上看到过这样的看火星仪式，这或许是生苗独有的庆祝方式。我也没看过。哎，徐子柔，你有没有发现他今天心情不好？谁啊？哦，你说沈剑清？刚才过来的时候，他都没跟咱们说话，只顾着埋头往前走，问他什么也不吭声。好像是啊。哎，李玉子，你跟沈剑清最聊得来，他今天怎么回事啊？我总不能把沈剑清跟我告白的事情告诉他们吧？我肚子有点不舒服，我去解决一下。哎，这儿有那厕所，他去哪儿解决啊？哎呀，你管真多，赶紧坐下。徐子荣问的可真直白。就在这儿站一会儿吧，等会儿回去，他们的话题肯定就扯开了。姑娘拿能量。没有。这两个苗人在干什么？ OK。要好。他们往酒坛里倒了什么东西？刚才那两个苗人到底在干什么？他们到底是在往酒坛里放东西，还是在偷酒喝？李子，你闹肚子？如果是偷酒喝倒也算了，如果是往里面放东西的话，驴子，如果那只是仪式的必要环节，我忽然站出来说破，岂不是显得小人之心？驴子啊，没事。吹奏的调子怎么又变了？这音乐听得让人心里真不舒服。怎么回事啊？
这曲子怎么那么怪啊？不行不行，我耳朵疼。不怕，我这耳朵稍微好一点。不行了，耳膜要撕裂了一样。停了，真的停了。收快量，扎住！这两个端着酒坛子给大家倒酒的人，就是刚才竹林里的那两个。李某，这酒我们要喝吗？我看那些苗民们手上都有酒碗，如果这酒有问题，他们应该不会喝的吧？也许吧。那个老人看向沈剑清的眼神，就好像狼群里年老的狼王给予年轻公狼的无声警告。义勇！义勇！而沈剑清一脸桀骜的对视，竟然丝毫不出。这酒是甜的，一点都不辣。李玉泽，这酒好喝。一定要喝吗？确实好喝，好酒。那，你把酒给我。酒都洒我衣服上了。这下解决了。维丹洛阿基，小温的酒是为了旁边这个小伙子打翻的，他是故意的吗？驴子，你不喝呀？哦，喝。这酒还行。哎，你不喜欢给我呗？还是别。徐子柔，不要那么小气嘛！好酒。沈剑清在看我，他的眼神好怪。李玉泽，我还是觉得这场仪式怪怪的。节日的庆祝不应该是欢快喜庆的吗？可是这里的苗人都好严肃，而且动作僵硬，让人有点害怕。我们把这里的仪式细节记在心里，回去以后详细整理一下，再请教一下叶老师。哦，好。老族长手上握着的是红绢带。1、2、3、4，一共4根。为什么正好是4根？难道说……当下来个本将军呢？他们在喊什么呀？虽然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，但是这场仪式肯定不是什么节日庆祝，而是一场祭祀。娘大娘，玉子阿哥，你就永远留在这里吧。等等我啊！等一下。不行，我们得马上走。我太大意了，怎么现在才反应过来？几百年来，这些苗人隐居深山，一直没有被外人找到，真的是因为这里太隐蔽，还是说来过这里的人都没能活着离开呢？我们现在就走，马上！你们快点回房间收拾东西，10分钟后门口集合，快！
趁着沈剑清被族长拖住了还没回来，快啊！啊？为什么呀？哎呀，就算要走，这黑咕隆咚的，就不能明天一早再走吗？是啊，夜里走山路不安全。再说了，不跟大家好好道个别吗？露露，还是听李玉泽的吧。今天这个砍火星仪式太诡异了，我总觉得会有什么事情发生。小文说的对，不过走夜路确实不安全。我们可以天亮再出发。你们赶紧去收拾。沈剑清那里，有机会我会跟他说的。要跟我说什么？说呀，不知道。我们打算明天一早就离开。沈剑清，这段时间麻烦你了。你们要走？好啊，那就祝你们一路平安。你们要走？好啊，那就祝你们一路平安。他竟然没有挽留我。你们怎么了？今天沈剑清怪怪的，你也是。没什么，我和他之间能有什么？那明天天一亮我们就走。你们今天收拾完东西，早点睡。好，好。我和沈剑清之间本来就不可能有什么，也不应该有什么。李玉泽，你想走？谁在叫我？李玉泽，李玉泽，眼皮好重。醒起来！头怎么这么疼？怎么了？李玉泽，露露突然发烧了，浑身滚烫。秋露，先给她降温吧。好，我这里有退烧药，你先给她吃下去。给。徐子荣那边，我敲了半天门，他都没应声，我害怕他出什么事。你去看看吧。可能是睡太死了，我去看看。徐子荣，徐子荣，徐子荣，我进来了。徐子荣，你怎么了？怎么烧成这样了？怎么偏偏是今晚？现在麻烦大了。小温，徐子荣也发烧了，我下去找沈剑清帮忙。你弄点水来给秋露擦擦身，尽快帮他把体温降下来。好，我现在就去打水。沈剑清，沈剑清，你睡了吗？沈剑清，你在吗？他不会也发烧了吧？门锁上了，窗户不知道锁了没有。沈剑清，屋里根本没有人。沈剑清去哪里了？什么声音？
这是那些虫子。怎么又是那些虫子？那些虫子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难道说……沈剑清，他大半夜不睡觉，在林子里做什么？很好，就是这样。他掌心上的是那只红色的虫子，这只红色的虫子是沈剑清饲养的。阿娘故意卫生院练手，娘我故意令坚固，我故意故令奏唱。这些黑色的虫子像潮水一样涌向沈剑清，但又战战兢兢不敢靠近。他们不是要吃他，而是在朝拜他。万行归寂灭，寂灭复生发，勿舍离我。那些虫子从我们离开东江苗寨开始，就一路跟着我们。这不是偶然，也不是因为什么狗屁的食物吸引。他们有思想，有人在指使他们。为什么我们会突然在山里迷失？儿子，你刚才是不是看到一群黑色的虫子，首尾相连的在爬行，还拦在路的前面？你也看到了？为什么我们的车前后轮会同时爆胎？这不是吧？这爆胎还带满意速的，太奇葩了吧！只有一个备胎，没办法了。为什么明明做了记号，却依旧在密林里迷路？不对啊，原路返回快1个小时了，怎么还没走出这片林子？我也觉得不太对，我们好像一直在兜圈子。还有，挡风玻璃上的那朵白花，白色的花瓣上还带着露水，说明是刚折下不久。这绝对不是巧合。昨天晚上有人来过，那个指路的人，你们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，他指的路就可以了。怎么走都走不完，终于能出去了。我叫沈剑清，看见的见，阿清的清。原来我们来东江苗寨的第1天就被他盯上了。窗台上怎么有一只白色的花？难道是有人想送花，但送错方向了？沈剑清，你究竟是个怎样的人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给我们指的是一条什么路？你真的希望我们能出去吗？怎么了？没找到沈剑清？千万别替我照顾他，记住，听到没有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沈剑清可能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，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。总之，小文你不要怕，秋露和徐子龙同时发烧太蹊跷了，我们先把他们2个的温度降下来，
无论如何，明天必须走。我知道了，有你在，我不害怕的。那我先去照顾露露。我去找徐子荣。明天一早，只要秋露和徐子荣还能走，我们4个就马上离开这里。好。谢了，兄弟，你照顾了我一宿。是啊，多亏了你们俩了，小玉都熬出黑眼圈了。哎呀，我没事儿。既然你俩都好了，那咱们现在就走。好。哎，李玉泽，你不问问沈剑清出去的路怎么走吗？沈剑清，别打扰他休息了，我们自己总能出去的。哦，好吧。沈剑清的房门还是关着的，也好，是我帮上了，我还真不知道怎么面对他。是时候离开了。